行家灵动 F45 Turbo 奶茶充电器是一款精致、扎实、稳健的小体积快充，没有浮夸的指标，也不靠噱头取胜，而是用扎实的国产核心器件给出了一个45瓦快充该有的完成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期我们把这个行家奶茶充电器性能测了个遍，小体积、高颜值，还可以平替苹果的原装40瓦。但在我这里，外表从来不是结论的重点，测是为了了解，猜是为了真相。今天我们要把这颗45瓦奶茶充电器彻底拆开，看看行家在这个小方块里面究竟藏了多少真功夫。它的内部电路是否延续了行家一贯的稳派设计，还是为了极限的体积在某处做了取舍？ EMI 滤波、主电源、整流输出，每一环节都决定着它能否稳住45瓦的底气。接下来我们揭开这颗小七星的外壳，看看它的真面目。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啊！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这个盖子给它切开，因为这些正规厂家生产的充电头都是用的超声波焊接，硬撬的话肯定是撬不开的。撬开充电器的外壳，内部也是全灌胶的工艺啊，折叠插脚通过卡扣卡在这个主板上面，而且这个折叠插脚的模块做工非常的规整，上面还有行家的 logo。这个灌胶的方式跟其他的充电器也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把它拿出来就知道了。充电器主盖壳体内部一样的有行家的 logo， 这个胶一看就是在充电器外面进行灌装的，然后再放到充电器内部。需要隔热的地方还有这种陶瓷纤维隔热棉，初次级隔离的塑料板上面同样有行家的 logo， 像这种都是属于定制件啊。主盖壳体内部的符合石墨导热贴，变压器有支架进行固定，也是定制件。这种充电器模块拿出来一看就不是小厂的做工啊。折叠插脚和簧片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器模块，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，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拆开行家奶茶充电器内部的布局紧凑规整，能看出是行家自家体系下的成熟设计。上下壳体、初次级隔离片、变压器支架全部都是行家自研自造的定制件，体现出完整的自制能力啊！整机采用典型的 EMI 加 QR 加 SR 加协议控制输出的架构，前端 EMI 负责滤波与抑制干扰，主功率级使用 QR Top 兼顾效率与体积， SR 同步整流提升能效，再由协议芯片完成输出识别与功率控制。总体来看，这台奶茶充电器是一颗标准的行家式小钢炮。接下来我们就从 EMI 开始，看看它具体用了哪些国产核心器件。首先我们来看行家奶茶充电器的前端输入与主电源架构。 EMI 滤波部分属于标准的小功率高密度布局，保险丝来自江苏华德电子，采用贴片式设计，规格 3.15 安，确保整机在异常电流下手机保护。华德电子1999年成立，主营保险丝、温空气及过流保护元件。紧接着是一颗来自台湾91电子的 NTC 热敏电阻，用来抑制上电浪涌。91电子1986年成立，是华人地区早期专注热敏与压敏器件厂商之一。供膜电感采用迷你绕线结构，并带电幕底座，用以过滤输入端的供膜干扰。配合江苏阳杰电子出品的贴片整流桥，规格3安1000伏，负责将交流电稳定整流为直流，为后级主电源提供基础电能。阳杰电子2006年成立，国内知名的功率半导体厂商。主电源的高压滤波部分则使用了2颗来自湖南爱华电子的 HS 系列高压电解电容，规格分别为16微法和27微法，耐压都是400伏。爱华电子1985年成立，国内电容行业的领军品牌。还有一颗迷你的参谋电感进行续流滤波。主控部分采用上海昂宝电子的和风芯片 OB2734D，
这是一颗高集成度的圆边反馈型 PWM 控制器，内置650伏氮化镓功率开关管。昂宝电子2008年成立，专注电源管理与驱动控制芯片研发。偏置供电使用的是深圳新中源电子的10微法50伏电解电容，用于主控芯片供电。电路中还布置典型的 RCD 尖峰吸收电路，用来抑制主开关管的尖峰电压，防止过压冲击。主变压器上面带有行家自产的丝印和定制的固定框架，保证在高频下的隔离安全与结构稳定。总体来看，这一部分是个非常成熟的 EMI 加 QR 主电源架构，完全体现了行家在中小功率快充设计上的稳派风格。进入次级车电路，也就是隔离反馈与输出部分。首先是负责安全隔离的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陶瓷安硅 Y 电容，型号 Y1471K， 容量470匹法，耐压400伏。特瑞祥2014年成立，主营安硅电容与高压陶瓷电容。光耦部分采用台湾亿光电子的 EL1018， 用于实现原边与负边的电压反馈隔离。亿光电子1983年成立，全球领先的光电元件制造商之一。同步整流部分同样是来自上海昂宝电子，采用和风芯片 OB2009A， 这个芯片内置 NMOS 开关管，它负责控制次级整流，实现更高的能效和更低的热损耗。次级滤波来自香港万裕电子旗下 XCOM 品牌的固态电容，规格为470微法25伏。万裕电子1979年成立，是亚洲重要的电解与聚合物电容厂商之一。协议识别部分由深圳英吉星科技提供的芯片，型号为 IP2723T。英吉星2014年成立，主营快充协议及电源管理芯片，产品广泛用于 UFCS PD 3.0 及多协议兼容的电源。芯片负责设备协议并动态调节输出功率。输出端的 V80 控制选用的是重庆评委实业出品的 070N03HL， 这是一颗低导阻 N 沟道 MOSFET， 负责控制主电流通段，保障快充时安全输出。电流采样由一颗 R005 精密贴片电阻完成，用于反馈输出电流数据给协议系统，形成闭环保护。综合来看，这一侧的配置非常标准但不简单，从安规到反馈，从同步整流到协议识别，全套器件均来自国产与港台一线品牌，体现出行家在供应链与设计环节的自信。从整体拆解来看，行家奶茶充电器的电路结构属于典型的稳派路线，优点非常清晰。首先是设计成熟，架构可靠，整机采用 EMI 加 QR 加 SR 加协议控制的标准4段式设计，几乎没有花哨的创新，但稳定性和通用性极强。配套的元器件清一色来自国产与港台一线品牌，华德保险丝、杨杰整流桥、爱华电容、昂宝主控和同步整流，还有英吉星的协议芯片，全套国产化组合，兼顾成本与可靠性，体现出行家在国产供应链的深度整合能力。其次就是性能兑现，在实测中效率达到83到86的中上水平，输出文波控制在130毫伏以内，18分钟满功率烤机后自动保护，温控逻辑灵敏，说明设计保守而安全，对手机和平板这类负载完全是轻松应付。当然，行家奶茶充电器也有明显的短板，体积取舍带来的热容不足，满载长时间运行后温升较快，过温保护18分钟介入，虽然安全，但也限制了极限续航输出。第二，主控架构仍然为 QR 拓扑，虽然成本和效率平衡良好，但相比更高阶的 LLC 和 AHP 架构，在高功率密度和谐波控制上仍有差距。整体而言，行家灵动 F45 Turbo 奶茶充电器是一款精致、扎实、稳健的小体积快充，没有浮夸的指标，也不靠噱头取胜，而是用扎实的国产核心器件给出了一个45瓦快充该有的完成度。车是为了了解，才是为了真相，认真车载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